大部分人都会把 mini 和可爱划等号，但我开了1年之后发现，这个理解其实非常片面。它确实有好多让我开心的优点，但也有一些问题是你买之前如果不知道，很容易后悔的。接下来我把这1年最真实的体验全部分享给大家。加拿大的 Mini Cooper 分3门和5门，每个车型底下又分成 Cooper C 和 Cooper S， 3门版还有一个高性能 JCW 版本。我这台是2025 Mini Cooper S 3门版，带 Premium Plus 选装包。当时选它的原因很简单，老婆一直想拥有一台 Mini，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一切开起来有意思的车，所以我们俩一拍即合。而且我们对空间没有特别大的需求，所以特意选了这台3门版，造型比较经典嘛。先说一下优点，最让我满意的就是好开，掉头也非常轻松，平时出门停车几乎没有任何压力，无论是倒库还是直接一头扎进车位，基本都是一把过。很多大车根本停不进去的小窄位，简直就像是给 Mini 的专属预留车位。如果你恰好还拥有 Premium Package 里带的360度全方位摄像头和自动泊车系统，那停车简直就像作弊一样。你甚至可以让 Mini 自动完成侧方停车和90度停车，对于畏惧停车的女生和新手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利。这种体验是很多大车都给不了的。而且特别说明一下，这一代 Mini 把方向盘的力度调得非常舒服，一只手就可以转动方向盘，比之前老款那种开完像是去过健身房练过的效果要好很多。方向盘特别灵活，转向反馈也很强，很听话。而且方向盘稍微转动一丁点，车轮就会跟着转动。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方向盘对车轮的互动，依旧是卡丁车一般的操控。2.0T 发动机的动力特别充沛，随叫随到，而且还伴有增强的声浪，瞬间勾起你的驾驶欲望，能让很多对驾驶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人都能瞬间变成机动车驾驶员。你根本就不需要深踩油门，车速就可以很快的提上来，起步稍不留神就到60到70公里每小时了。开这车呢得格外小心超速。如果预算不是特别吃紧的话，我强烈建议上 2.0T 的4缸 Cooper S， 这才是满血版的 Mini Cooper。 虽然宝马近些年改善了 1.5T 3缸机的抖动，但是我依旧不喜欢，而且动力表现跟4缸完全是两个世界，况且4缸也依旧非常省油。不光是加速， Mini 的刹车也特别令人自信，每次只需要轻轻地把脚放在踏板上， Mini 就会以非常平均并且很强的力度减速，刹车很灵敏，并且让人感到很安全。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外面刹车盘的尺寸，就不难发现这一点。哪怕你没有开过上一代的 Mini， 那你也应该听说过 Mini 的底盘有多硬多颠。但我觉得这代 Mini 应该是最舒服，而且也没有丢弃驾驶乐趣的 Mini 了。避震再也不会让你颠得浑身骨头疼，而且也不会把内饰颠得嘎吱作响。整体感觉软硬适中，既保留了清晰的路面反馈，同时保持一定舒适性。当然，它并没有达到豪华轿车和 SUV 的那种如履平地的舒适感，但是对我来说刚好。虽然我承认之前的 Mini 开起来更还原 Mini 本身的精髓，但是作为 Daily Drive 来说，我更喜欢目前这一代的感觉。如果价值满分是10分的话，那我会打 9.5， 减去的 0.5 是宝马把 Mini Cooper S 的换挡拨片给阉割了，并且也没有任何地方和任何方法去调节手动控制档位，这分明就是逼着你买更贵的 JCW。 别看尺寸小， Mini 其实也非常实用。首先跟我的 GR86 不同， Mini 的后排是真的能坐人，而且乘客不会觉得受到虐待。这要归功于 Mini 之父的4轮4角设计，最大程度保留了成员舱空间，日常买菜或者去宜家买小家具，后排直接放倒都能应对。更绝的是，我们的3门版竟然能装下2台折叠自行车，2口之家带着车去郊游骑行完全够用。 Mini 的油耗和它的体积成正比，再加上宝马调教功底的加持，这台 2.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不仅动力充沛，而且能耗非常低。我用开 GR86 的同样风格开 Mini， 日常平均油耗100公里 7.7 升左右，跑高速大概在5到6之间，最费油的时候也就是不过9升左右。
在油价上涨之前，加满一箱油大概也就是个50-60块钱。自带的 Green 节能模式在市区堵车或者长途巡航时非常好用，虽然动力会变肉，但是确实能把油耗降得很低。最后一个优点呢是品牌所赋予的附加价值，不管谁开这台车都会给人一种车主是一个有趣人的这种印象，这种感觉随着年龄增长也会进一步放大。而且 Mini 还能让你换一个赛道，开一台4到5万加币的常规车，别人可能根本都不会多看一眼你的车。但是开 Mini 的话，你可能像我一样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也有可能家里边有劳斯，有几百万大 house。毕竟有很多非常有实力的名人都把 Mini 当成玩具，当年的英国女王也自己开 Mini。此外，它还自带话题属性，经常会有路人夸它好看，或者有其他的 Mini 车主凑过来跟你聊上2句。说了这么多的优点，再说一下槽点。令我最不满意的点就是 Mini 这个新改版的触摸屏和车机。虽然同样是出自 BMW 集团，但是 Mini 的车机反应和好用程度远远低于宝马。我甚至都怀疑这是不是宝马的一种产品策略，菜单逻辑也没有老款那么友好。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你需要在繁琐的菜单系统里边去找你想要的东西，除了换挡和少量功能以外，大部分的操作都需要在用触摸屏上面完成，比如调节空调温度、开座椅加热、开方向盘加热，还有操作导航这些。每到这时候，我都怀念那些可以简单操作并且可以盲操作的物理按键，加上车机系统反应也比较慢，有的时候早晨着急出门的时候，光是等无线 CarPlay 连接还有关自动启停就要折腾几分钟时间。最气人的是切换驾驶模式时，屏幕会强制跳转全屏界面，把你正在看的导航盖住，在起伏路面上盯着屏幕找虚拟按键简直是一种折磨。此外，每次手机软件升级之后都要重新在车里边设置条款，否则行程记录功能就会失效，使用体验非常不友好。第二大的槽点就是 Mini 这个做工质量真不愧是继承了英国车的传统。说好听点 Mini 有社会责任感，采用了更加环保、风格更年轻的织物材料，并且取消镀铬材料以减少污染。说直白一点呢，就是内饰廉价。这么粗糙的硬塑料在2020年以后可真的是不多见了。如今连丰田都想拼命甩掉做工廉价的帽子，宝马集团旗下的豪华品牌 Mini 似乎却毫不在乎。另外还有一些不疼不痒的小问题，比如车刚买不到半年的雨刷就开始异响，而且还不能走保修，要自己花钱更换，而且价格还不菲。加油的时候，我好几次碰到没有加满就跳枪的情况，以至于每次加油前我还要粗略估算一下加满多少升才算正常，并且跳枪后还要多按几次油枪，确保已经加满。还有就是 Mini 的价格虚高，尤其是当你发现用这样的价格换到如此粗糙的内饰做工之后。像我这样一台带 Premium Package 的 Mini Cooper S， 加上运费、杂费和各项税，落地要几乎接近6万加币了。lease 4年零首付的月供也在800块钱左右。如果不是真爱的话，应该没有几个人愿意花30万人民币买这么一台小家伙吧。况且它在二手市场也并不值钱。其他一些小的槽点，还有一些配置上的阉割。跟老款比，新款 Mini Cooper S 取消了换挡拨片，取消了标志性的中出排气口，取消运动模式下的排气放炮，取消侧面遮阳板，还有把尾灯变成更丑的样子。简单说一下成本，油耗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和老婆2个人的 ICBC 保险是每年2589，保养和宝马一样，新车享受3年免费，每1年或者每1万公里做1次保养。我这台车是 lease 的，所以目前还没有保养方面的费用产生。不过我也特意咨询了一下我身边的小伙伴，他持有的是上一代的 Mini Cooper 5门，开了10年，除了正常保养，还有一次漏液，其他没有大修过，所以也没有在车上耗费过很多的钱去修理。而且目前的宝马 B48 发动机也更加成熟稳定，持有成本上其实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吓人。
所以总结一下，这台车适合什么样的人？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里用车，希望每天开车是轻松的，同时又想兼顾一些驾驶乐趣，而且你在意设计，在意个性，那 Mini 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你追求空间，或者你想要那种很奢华很舒服的感觉，或者你特别在意性价比，那么这台车大概率都不会让你满意。我自己开了1年之后，最大的感受是 Mini 虽然有缺点，而且很多方面是你每天都能感受到的，但是它有一种奇怪的能力，就是它会在一些很普通的日子里，比如说只是去上班去买东西的时候，让你对开车有期待。如果你问我使用1年之后让我重新再选一次，我还会不会买这台 Mini？ 我的答案是会，而且是那种不太需要犹豫的会。